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拜登政府即便面临国内危机的重重困难也仍然要把矛头对准俄罗斯。当前有传言，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包括在欧洲集结大军，企图进一步对付俄罗斯。显然，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哪怕是乌克兰有这个心思与俄罗斯坐下来谈一谈，美国也不允许。而美国计划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高达3亿美元的军援，这些援助里边也存在了不少的弹药。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呢其实早就警告过，如此做法就是在玩火，在必要时刻，任何包含原武武器都有可能会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以俄罗斯的性子这绝对不是口头上在吓唬想来美国也清楚，既然清楚还坚持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所以说明他是铁了心要通过乌克兰来拖垮俄罗斯的。随着事态的发展，美俄两国必然会更加紧张不过现在担心的不是两个关系紧张，而是俄罗斯似乎有不顾一切的想法。消息显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紧急召见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高级外交官，期间呢强烈抗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语言。俄罗斯外交部强调，美国早已经是冲突的一方面，继续展开敌对行为将会使俄美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与此同时其也警告美国应该尽快明白，针对俄罗斯进行的任何形式的侵略，迟早会遭到俄罗斯最坚决的反击。原本以为这是俄罗斯方面最直白也是最强硬的警告，但是没想到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发出了最后通牒，声称美国以为不断怂恿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自身能够平安，但其实一旦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就算隔着大西洋，美国也不会相安无事。言下之意，如果把俄罗斯逼急了，哪怕与美国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而说起来，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以让美国胆寒的国家，要不然这么多年，美国即便对俄罗斯存在巨大敌意，也不敢正面与其碰一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很清楚，俄罗斯是说到做到的，战斗民族更是出了名的不怕死。所以此番俄外长的这番话一出，想来美国是坐不住了。大西洋是挡不住俄罗斯核武器和导弹的。过去美国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通过乌克兰能够对付俄罗斯，能够全身而退，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拉夫罗夫的话说得这么明白，美国要是再继续搞事情，必定会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不止美国犯了认知上的错误，西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跟美国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仅低估了俄罗斯的强硬，更低估了美国的虚弱。紧跟在美国背后并非能自保，反而很有可能会在一定时刻被美国抛弃。别忘了，美国背后捅刀、抛弃盟友伙伴的事情他没少干。与其说拉夫罗夫的表态让美国不再安全，不如确切地说，拉夫罗夫的话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都不再安全。而至此，如果紧跟在美国身后的西方国家还有点清醒的头脑，最好抓紧时间踩刹车，否则等俄罗斯耐心耗尽，那个时候是否还能全身而退就不好说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